曾经的亿万富豪重生到一个同名的酒鬼身上，短短1个月内就买上了上亿的别墅，还为妻子补办了一场世界豪华婚礼。可固执的丈母娘一家竟自以为我如今的成就全是靠卖妻求荣换来的，不仅在婚礼上掀桌砸场，还扬言要揭穿我伪善恶心的面具。然而，当他们得知真相后，第一次来别墅做客时，直接被震惊了。怎么，我们来吃饭，让你觉得委屈了？妈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话吗？干嘛非得夹枪带棍的？我说怎么了？唐明海也不理他，知道老妈面子上下不来。微微，你看起来好像胖了点，看样子叶枫没少给你做好吃的吧？他对我挺好的，每天都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吃的，说外面的饭菜不够健康，能少吃就少吃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爸妈，我们进去吧。唐景松和宋月如走进别墅，顿时被各种装修给震惊到了。看呆了吧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被震撼到了，这样的别墅竟然能在蓉城出现，而且还是叶枫亲手设计的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这别墅是叶枫自己设计的，他还有这样的本事？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可你们知道他和葛总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就是我画的设计图，人家不满意，叶枫只用1个小时就帮我重新设计了一套，把葛总震得不行，差点就直接签约了。可叶枫说那栋别墅可能有问题，劝葛总不要买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要说就赶紧说，能猜得出来还用你说？嘿嘿，结果葛总找人去调查了一下，别墅还真存在很多经济纠纷，所以葛总才对叶枫那么看重。后来北区项目还没出政策，叶枫就劝葛总在北区买下了最好的地块，然后还帮葛总在金融市场上赚回来100多亿，这些事加一起，才是葛总对他无比看重的原因。唐景松和宋月如跟天天叔似的，这么牛逼的人物，还是他们那个曾经废物的女婿吗？爸妈，你们先坐会儿，吃点水果什么的，我去厨房做饭，等吃饭的时候我们再聊。唐景松看着叶枫走远，才不敢相信地问道：他真会做饭？以前这小子可是个连酱油瓶子倒了都不会付的人。他做饭很好吃的，大哥和小舅他们都吃过。没错，的确很好吃，不比高级餐厅的大厨差。有这么好吗？那我一会还真要见识一下，看看被你们夸上天的饭菜到底怎么样。这话也算缓和了彼此的关系。此时诺诺也乖巧地跑了过来。外公，吃糖，我爸爸做的很好吃哦。你爸爸还会做糖？我看他是骗你的吧，肯定是从外面买回来的。才不是呢，我爸爸就是会做糖，妈妈也知道的。是啊，家里的这些糖都是叶枫亲手做的，说外面做的添加剂太多，不健康。爸，你就少说2句吧，来都来了，还讲这些干什么？喝茶。微微，我看这茶不错啊，挺香的，在哪买的？唐景松下意识前抿了一口，顿时就觉得口舌生津，当真是极品的好茶。叶枫之前不知道从哪买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回头带点走。好，我喜欢。唐景松心里也是一喜，只是面上还故作淡定，不为所动。厕所在哪？我带你去。唐景松跟着他朝厕所走去，路过厨房时，他特意瞥了眼，见叶枫正在颠勺。颠勺的手法还是很娴熟的，看样子不像是在故弄玄虚。等唐景松从厕所回来时，就看到宋月如和唐仲威已经抱在一起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妈，这么多年的矛盾，我终于跟您说开了。唐景松和唐明海看着，也是多有感慨。好了，大好的日子，高兴点，别哭哭啼啼的。许久后，叶枫做好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。爸妈，以前的事我有诸多不对，让微微娘俩受了不少苦，但请你们二老放心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。如果做不到，我宁愿天打雷劈。那什么，以前也是我们错怪你了，既然都是一家人，说开了就好了。在叶枫的刻意谦卑下，唐景松和宋月如愈发放开了。饭后，唐景松和宋月如又在房子里好好参观了一次，越看越羡慕。爸妈，这是之前给你们买的房子，叶枫已经设计过，让人装修好了，随时可以进去住，就在离我们不远的那栋35号别墅。房产面积370平方。唐景松和宋月如震惊地看着手上的房产证。小妹，这啥时候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买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不好拿出来。唐景松和宋月如听得有点尴尬，人家给自己买了这么大一栋别墅，可自己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？越是想，他们越觉得脸上像着火了一样。这得多少钱啊？也没多少。这个小区的销售是叶枫建议葛总拿下来的，所以他买的价格很低，一栋只要几百万，加上装修什么的，差不多1000万左右吧。房子几百万，怎么加上装修就上千万了？叶枫用的都是最好的装修材料，所以装修费用大概400多万。400多万。唐景松和宋月如听的人都麻了，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也才100多万，可叶枫光是给他们装修，竟然就花了400多万。唐明海在一旁羡慕的真是要流口水了。买的时候几百万，可是现在如果卖的话，不得3、4千万？葛总手里还有几套别墅，售价最低也有7、8万1平方，不过他暂时不打算卖，说是等迪士尼乐园和大学分校建成，最少也在10万1平方以上才会卖。10万1平方也太离谱了，我们住的那个老小区，现在房价也才1万多。不对，那现在这栋别墅价值数岂不是上千万了？这我们不能要，太贵了，你们自己留着吧。这是叶枫给你们的心意，而且他一直说房产是最不重要的资产，留太多毫无意义。爸妈，你们要是不要，就给我吧，我要。你要这么大的房子干什么？当然是以后结婚用了。老城区的房子回头装修给你们好了。别墅这么大，你们天天打扫卫生都够累的，肯定住不习惯。放屁，我不能请钟点工嘛，一回也就几百而已，这点钱我还是能拿出来的。好啦哥，叶枫也给你留了一套，但还没有装修。他说你也是设计师，可能你更希望自己设计。39号别墅，面积315平方。哥，
说你们喜欢就好。小妹跟妹夫比，我算什么狗屁设计师？你能不能跟叶枫说说，让他帮我设计设计？我全交给他了。至于装修费，以他的眼光弄的东西，我现在肯定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先欠着，等有钱了再还给你们。瞧你这点出息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装修的钱自己搞定，有钱就装，没钱就不装。没事的吧？这点装修费也不算太多。再说了，大哥又不是不还了。就是啊，小妹都不介意，你们俩急什么眼？啥叫急眼？这送的2栋别墅加起来都差不多5000万了，你现在还想从叶枫这里赊账装修，还要不要脸？哼，我现在一年少说也能赚上100万，就算装修个几百万，努力，几年也就还清了。现在哪个女孩没房子愿意跟你结婚啊？难道你们要我先把装修的钱攒够了再去找女朋友啊？你不能先在老城区的房子住着吗？等以后有钱了再说。有更好的房子不住，等着干嘛？大不了我按银行利息给小妹嘛，又不让她吃亏。那也行，就这样说吧，一点小钱没必要的。唐景松和宋月如听的心跳都漏了半拍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自己的闺女面对几百万的时候都能随口一句小钱了？接着，唐景松和宋月如又去了新别墅看了看，这一看就惊喜的不行。好，装修的太好了，怪不得要几百万呢。随后，唐明海又跑去自己的那栋别墅里，兴奋的指手画脚的想象着未来的生活。妹夫，我这套就全交给你了。哈哈，大哥，你要是让我帮忙设计，就得相信我才行。当然相信你，我就是有点兴奋。那什么，设计归你管，你说怎么装就怎么装，我绝对不瞎掺和。本来就应该这样，你的设计功底没人家好，就老老实实的多看多学。早些时候你们可不这样说话，怎么的？一套别墅把你们彻底收买了。晚上几人还是在叶枫这里吃的晚饭，气氛比中午好太多了。只见唐景松和叶枫推杯交盏，勾肩搭背，就差称兄道弟了。微微啊，和老 K 那种人一定要保持距离，如果叶枫跟他距离太近，怕是会有麻烦。放心吧妈，叶枫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不过还是谢谢妈。傻孩子，跟我有什么好谢的？说起来，叶枫是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是我们一直以来太轻视他了。如果不是那次在葛总那抓住了机遇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崛起。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很内疚。如果早点看到他的优点，全力支持他，也许他就不会颓废那么多年了。难道真是我们耽误了叶枫的发挥？毕竟就是我们一直不看好他，无论他做什么，都要批评他不够稳重，好高骛远。想到这，宋月如不禁有些羞愧。妈，你也不用想那么多，别说你了，就算我和他共同生活这么多年，不也是才发现没多久吗？唉，就觉得挺对不起你们的。看到没有，这是我女婿送的毛子，厉害吧？喝多了就别那么多话，丢不丢人？妈，你们路上小心，到家了给我来个电话。放心吧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也收拾收拾休息吧。那个叶枫啊，哪天有空了来家里坐坐。你弄的那个什么外卖软件，我们不是太会用。行，回头有空我去家里教你们用。直到车尾灯消失在视野中，唐仲威才拉着叶枫感慨道：“就这么和爸妈和解了吗？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太真实。有什么不真实的？你会不会觉得我爸妈太势利眼？以前你赚不到钱的时候，他们对你冷言冷语的，现在有钱了，很容易就热情起来。他们又没做错什么。如果诺诺以后找个没出息的老公，我可能比他们的态度还要差呢。只要是父母，就不会希望女儿嫁给一个窝囊废。所以我一直说，从来没怪过他们。老公，你真好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刚准备出门的叶枫就接到了一通电话。喂，是叶先生吗？我是之前买您老房子的人，这边有位您家里的亲戚，说联系不到你了。家里的亲戚，我记得这副身体的父母早亡，再加上穷，也就和家里这些亲戚断了联系。当时结婚时也就来了个远房的表叔，这次突然找来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。那您打电话给他吧。叶枫吧，我是你六叔啊，你结婚的时候我还来过呢，记得吧？叶枫记起来，这是唯一印象还算不错的远房表叔。当然记得，您是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有事，还是大好事。那什么，电话里说着不方便，你现在搬哪去了？我去找你，或者你来找我。正好我要出门，您在房子那等我一下，大概20-30分钟左右。好。怎么了？谁打来的电话？老家的人，我今天开你的那辆国产车去看看。爸妈，那你先带诺诺去，我有点事情，一会就到。好，怎么不开自己那辆 A8？毕竟是老家那边的人，太招摇了，容易多事。好，那你路上慢点。随后叶枫就开着那辆10万左右的国产车来到了老房子，只见那印象中的六叔竟然比想象中还要苍老。六叔，吃早饭没？好小子，看来混得可以啊，连车都买上了。还行吧。您这次来找我，到底是因为什么事？是叶家以前有个二爷打仗没回来，大家都以为他死了，可他最近突然回国，还说在国外发了大财，可惜儿女都去世了，他就只能回国内，准备把钱都分给亲戚，每家都能捞一笔呢。但我今天才知道，居然没有人通知你，你赶紧回去报名领钱吧。